花和叶子阔别31天后，终于又合体了。就在今天上午，花局又带着叶秘书一起出外场营业了，这让粉丝们激动不已。叶子躺在冰块前吃播，花花也跑过来舔冰块。小叶子调皮的把脚伸到姐姐的身上，于是花花就抱着妹妹的脚咬了咬，浅浅的教训了一下捣蛋的叶子。随后叶子起身用手搂住了花花，这一刻真的安静又美好。随后两小只就各自趴在木架上休息了，可能是短暂的分别，让姐妹俩更加珍惜彼此。小叶子全程没有再对姐姐动手，可能她也已经知道失去姐姐的原因了。在分开的日子里，姐妹俩经常会坐在玻璃房内发呆，她们想不明白，为什么陪伴了自己4年的亲人突然就消失在自己的生活里。她们凭借嗅闻彼此留下的气味来缓解思念，特别是失去了姐姐的叶子，变得焦躁不安，精神状态有些不佳，有时甚至会挠墙哼唧，来吸引谭爷爷的注意。时刻关注两小只生活状态的金主爸爸也在直播间里说，他们也在尽力沟通。然后我们希望说，他们健康的成长，然后不仅是身体的健康，还有身心的健康，这都是我们很关心的事情。然后我们还在一直努力，再继续把这个事情沟通好，做好。谭爷爷也曾说过，花花喜欢和叶子一起玩耍，而且花花有属于自己的评判标准。当时他还和二狗姐姐在一起时，二狗没有掌握好力度，弄疼了他就不和二狗玩了，即便是二狗姐姐过来给他道歉，他也不接受，还吼了二狗姐姐，把二狗吓得只敢从花花背后绕着走。但花花还是气不过，依然还会回头吼他。我们霸王花的气势还是有的，但花花基本都不会拒绝和叶子打闹，而且有时候甚至会主动出击。由此看来，他们互抓的力度应该都在对方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内。而且谭爷爷一直在外面听着姐妹俩的动静，只要听到花花的叫声，谭爷爷就立刻出面制止荷叶。荷叶过来，因为喊荷叶的次数太多了，连花花都会说荷叶过来了，而且还是在谭爷爷把荷叶叫走之后，幸灾乐祸的喊。虽然今天姐妹俩一起出了外场，但回到玻璃房营业的还是只有花花自己。见到妹妹的花花感觉心情很不错，也不知道姐妹俩是暂时的合体，还是不再分开了。但只要是对姐妹俩好，不管什么样的决定，我们都应该支持的。面奶爸又来找萌二疗伤了，看他现在这状态，感觉他的刻板好像又加重了。为了治疗刻板，最近面面又换了新发型，看来最近自家闺女又没少拿捏他。面奶爸之所以叫面奶爸，是因为他之前留了一头长卷发，感觉很有个性，因为看起来形似泡面，所以被网友喊作面奶爸。后来面在小白天和花点点的双重折磨下，逐渐从青春洋溢发展成了垂头丧气。在北洞幕后大佬花点点刚展出时，面落魄到了极点，而且面奶爸的发型发展史基本上对应着他的刻板过程。刚到北洞的面还是意气风发，感觉这造型就像摇滚乐队放荡不羁的吉他手。然后工作了一段时间，面就把头发梳起来了，虽然看起来收敛了一些，但是依然很有个性。再后来面的头发剪短了，戴着墨镜的样子看起来还是很得意。然后随着北洞的大熊猫越来越不喜欢吃窝头，特别是小白天，吃个窝头实在太难了，按摩半天也就能吃上几口。北洞的窝头指标越来越难完成，面的头发也越剪越短，直接给自己理了个寸头。这时的面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，看他表情呆滞，动作重复，俨然已经出现了刻板的现象。而且看这场面，像是小白天把面关在了笼子里，而且这个时期的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表现。就看他的这个造型，如果出现在银行门口，高低也得把他给按在那里。但是即便这样，面也还是个爱笑的小伙，直到花点点出关，才把面推向深渊。因为小白天喜欢按摩，所以只要给他按摩舒服了，窝头还是能吃2口的。而花点点则是无欲无求，油盐不进，说不吃就不吃，而且一视同仁。即便是徐老爷和李奶爸这样年长一些的饲养员，也是丝毫不留情面。就连北洞食物链最顶端的古爹来了，也是一样的结果。面来给花点点喂窝头，都是带着小马扎来的，本来也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，结果人家花点点自己玩自己的，面连靠近他做工作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时的面感觉可怜极了，原来意气风发的少年，现在秒变街头流浪汉的既视感，最后都把一向好脾气的面等生气了，提上自己的小马扎，捡起地上的窝头，头也不回的就回去了。最近好像没有安排面伺候花点点，而且他也总喜欢往萌二那里跑，毕竟乖乖的二小子吃窝头是最不含糊的。现在面又换回了泡面发型，看样子面的刻板情况像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。只会蹦蹦跳的小熊叫奇，因为跑起来像小兔子一样，也被大家称为奇兔兔。奇一打小头顶就长了一撮小呆毛，非常有辨识度。奶爸还曾尝试过要给他剪平，
结果剪了后又长了出来。这不知道他小时候不是呆毛吗？我就给他绞平了，然后结果又长得很长出来了。然后大家就现在就是称他为基地的白白大星。作为曾经红极一时的网红熊猫，至今还流传着他当年的黑历史。奇异小时候是基地尿床次数最多的小熊，动不动就水漫金山，睡着睡着就有一股涓涓细流从身体下面流出来。和他同床的其他小熊也要跟着遭殃。奇异有时候也担心自己尿床会被笑话，于是整只熊熊都趴在自己的须须上，扭动着身体，尝试用自己的皮大衣把尿吸干。结果只是给奶妈增加了清洗难度。奶妈发现后赶紧给他清理，帕子都快要擦冒烟了。而且当时还是全球直播。小时候他敢水漫婴儿床，长大后他就敢水漫基地。去年因为奇异把水管咬坏了，导致水淹2号别墅，当时地基都下线了。于是和他同住一栋别墅的小熊又跟着遭殃了，跟奇异一起连夜搬家，修了半个月才又接回来。奇异和肉肉是同父异母的姐妹，从小一起长大。奇异也经常沦为肉姐的熊熊靠枕。据说有一次是奇异偷偷吃了肉姐的果果，肉肉大家是知道的，其他的都好说，但是感动他吃的是绝对不行的。于是肉肉召集了自己的小弟，把奇异堵在墙角狠狠地揍了一顿，肉姐的拳头都快抡冒烟了。可见在肉姐的眼里，果果面前根本没有姐妹亲情可言。奇异从小就很粘人，也很调皮捣蛋，小时候经常抱着奶爸的大腿，让奶爸陪他玩耍，就像长在奶爸腿上的小挂件。因为下班总爱撒泼不回家，两个奶妈一人架一只胳膊，还拿着小苹果引诱他往前走。这小模样真的像小孩子一样，耍赖碰瓷也是奇异的强项。这天他和小福顺一起等下班，福顺扬起的小手还没碰到他，奇异就一个后仰摔到了地上，都把小福顺看呆了。随后奇异走了几步，又茶里茶气的摔了一跤，小福顺彻底看不下去了，冲上去要揍奇异，心想既然你这么爱演挨揍，那我就成全你，揍你一回。如今已经8岁的奇异跑起来还是会兔子跳，真的是从小可爱到大呀。春生师傅为了口吃的也是有些心眼子在身上的。这天春生不想吃奶妈给他准备的竹叶，想问奶妈要笋笋吃，于是便心生一计，那就是跪在地上双手撑地卖惨装可怜。这小样整的还挺让人心疼的，而且他还知道借助粉丝的力量。春生好可爱呀、你跪在那里干嘛呀？你给都在想求着奶妈赶紧给那个笋啊！哎，他给我点头了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好家伙，这2下头点的，直接是想把奶妈挂网上啊！奶妈看了眼前一黑，完蛋了，这波分明是冲我来的。当年蔓越莓也用同样的手段坑了杨奶爸，杨奶爸把蔓越莓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一样疼。为了加强熊孩子的后置力量，杨奶爸经常会训练蔓越莓站立，平时也都好好的。结果这天他站着站着，突然就单膝跪下了。如果只看到这一幕，感觉奶爸浑身是嘴都说不清。而这一幕的背后，就是蔓越莓撒泼抱奶爸的腿。这样的事儿在蔓越莓身上经常发生，双手抱住杨奶爸，像狗皮膏药一样粘在奶爸身上。也得亏杨奶爸身手比较敏捷，要不然就被这熊孩子绊倒了。蔓越莓坑杨奶爸还是单膝下跪。到了上海野生动物园的雪大头这里，那可就是双膝了。雪宝的后置力量很强大，可以站立的时间长达半分钟以上，而且感觉只要吃的管够，他都可以跟着奶爸绕场1周了。但这天雪大头也是站着站着突然就跪下了，还是双膝下跪，这架势把奶爸吓得赶紧蹲下。奶爸内心 OS 活爹给我留条活路呗，我平时待你也不薄啊，实在不行我给你磕一个。而勇勇的大胖闺女囡囡为了口吃的也是不顾奶爸的死活，因为囡姐实在太胖，奶爸考虑给囡姐节食减肥，谁曾想刚3分钟没吃的囡姐就开始啃地上青苔捡地上的树叶吃，还扑通一声跪在门口求奶爸加餐，这操作也是一点没给奶爸留活路啊。大家还知道有哪些会坑饲养员的大熊猫呢？